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301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双来自耐克的詹姆斯2尺1代。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在配置方面，这一双鞋使用了全皮质的鞋面，加上跟上一代几乎相同的中底配置，全掌的库西隆框架，加上前掌的 Zoom Turbo 以及后掌的马蹄形 Zoom， 中足部位从上一代的碳板换成了这一代的 TPU， 而这一次耐克把它后跟处的库西隆用另外一种硬度更高的泡棉包围了起来，尽可能的控制住了后跟处缓震材料的形变。关于它的配置，这一次的鞋盒内部依旧有一张小卡片，上面有一个官方的拆解图，甚至连气垫的厚度也都进行了标注，让大家在购买之前就能全方位的了解到这一双鞋的具体配置，这一点还是挺不错的。在重量方面，它的表现比我想象当中的会略好一些，单只 42.5 码的重量在425克左右，好在它的重量布局做得比较不错，穿在脚上并不会有特别笨重的感觉，大家可以放心。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过这种全皮质的篮球鞋了，也很少会有品牌推出新款的全皮质的实战鞋款，感觉皮质鞋面好像已经成为了被这个时代所遗弃的产物。不过大家不需要担心，这双鞋所使用的皮质鞋面比较柔软，不需要大家花费太多的时间去进行磨合，基本上穿它打个1-2场球，它的鞋面就会比较贴合双脚。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 42.5， 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 42.5 还是比较合适的，您可以适当参考一下。那我为什么不推荐大家去购买这一个鞋款呢？就是因为这一双鞋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母外翻倾向。之前我穿过不少耐克新推出的这一种鞋头比较尖的篮球鞋，但是那些鞋款普遍在鞋头处都没有特别厚的填充，或者其中一部分的鞋面会比较柔软一些，又或者鞋头的上方空间比较大，穿上脚之后脚趾部位基本上都没有特别明显的挤压现象。但是这一代的 LBJ 21对于脚趾部位的挤压感非常明显，虽然在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这种感觉会有所好转，但是并不会完全消失。如果你真的想要购买这一双鞋，我会更加推荐你们尽量去选大半码，这样这种鞋头处对于脚趾的挤压感可能会减轻不少。那如果我们抛开它这一个母外翻的问题不谈，它的鞋面表现其实十分出色，扎实的内部填充加上合适的鞋楦宽度，不管在静态还是动态的包裹方面，它的表现都很不错。在变向或者侧向蹬地的过程中，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并且得益于它全皮质的鞋面，随着穿着时间的上升，鞋面与双脚的贴合度也会越来越高，越来越舒适，这也是皮质鞋面为数不多的优势之一。虽然它的皮面偏软，但是鞋面内部布满了粗制的飞线，而遍布整一个鞋面的飞线在保证了球鞋包裹的同时，还让球鞋的鞋面强度进一步上升，让这种略微偏软的皮质鞋面也能拥有非常出色的鞋面支撑，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双脚。不过它所使用的鞋带在运动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松动，在实战的过程中需要时不时的去紧一紧你的鞋带，不然在打球的时候它的包裹力度会慢慢的下降，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还有就是全皮质的鞋面存在的通病就是透气性，不透气的鞋面加上它厚实的内部填充，在冬天穿确实不错，还挺保暖的，但是如果到夏天穿它出去打球，还是需要有一定勇气才可以。除了它鞋舌这一个区域有一定的透气性之外，其他区域基本没有明显的透气效果，可能对于南方的兄弟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在中底方面，它的提升非常巨大，在场地感、反应性以及缓震这3个方面都保持了跟上一代一样的出色表现。中底的重心控制的比较适中，场地感不错，并且在发力突破的时候，前掌也没有明显的泄力感。对于像我这样比较依赖第一步爆发突破的球员来说，在突破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前掌有任何的拖沓感。在蹬地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还是比较直接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都没有问题。而前后掌 Zoom 气垫的加持，加上外部库西隆的框架，在缓震方面大家也完全不需要去担心。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也基本感觉不到震脚，缓震真的非常出色。但是这些东西跟上一代相比好像没什么区别。那它的提升在哪里呢？没错，就是它后跟处外包的硬质泡棉。就是因为它后跟处这一块外包硬质泡棉的加入，让上一代身上后跟不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穿这一双鞋打球的时候，心里非常踏实，力线非常正，
整，并且就是因为这一块泡棉的加入，控制住了后跟处窟窿龙的形变。上一代身上后跟处那种缓震方面的割裂感，在这一代身上也不复存在，整一个中底的感觉非常整，不管是跑动还是起跳落地的时候，中底都没有任何的断层感，真的很不错。而它的中底虽然取消掉了碳板，但是在抗扭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依旧非常出色。不管做什么动作，脚底下的球鞋都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用来打高强度的比赛也绝对 OK。它的中底真的非常棒，出色的缓震，不错的反应性和场地感，强度也完全没有问题。连上一代身上后跟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在这一代身上也被很好的解决了。单论中底，它各方面的表现真的都非常不错。前掌内侧弧形的造型以及内部 Zoom Turbo 的加入，也让它在灵活性方面得到了保证。虽然没有现在那些大底造型特别夸张的后卫鞋来的那么的灵活，但是这双鞋的灵活性也绝对没有问题，穿它打球不会有那种脚底下不灵活的感觉。中底的龙骨落差控制的也十分合理，穿在脚上不会有前高后低或者前低后高的感觉。中底的过渡也十分流畅，不管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跑动的感觉都非常不错。作为一双锋线鞋款，在它的中底方面，我基本上找不出什么特别明显的缺陷。它的大底表现也十分出色，抓地优秀，在干净的场地上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即使是在有灰尘的场地上，它的抓地力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下降，只需要时不时的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脚底下就能拥有够用的抓地力。大底的橡胶硬度也足够，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在70左右，用来打室外的塑胶场地绝对不在话下。但是水泥地我就不推荐了，好吧？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S 减，但是这是在一个无视它母外翻的情况下我给出的一个评分。如果你不介意它存在着母外翻的倾向，那这一双鞋我还是比较推荐购买的。这一双鞋的实战表现确实非常出色，算是近几代詹姆斯的正代鞋款当中最能打的一代了。不过大家也不需要太担心它母外翻的这一个情况，毕竟它没有皮鞋那么尖的鞋头，也没有高跟鞋那么夸张的落差，对吧？只要不是长期穿着，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